虽然叫做妈妈手，但并不是只发生在照顾小 baby 的这个年轻爸妈身上，不管男女老幼都有可能发生。尤其在日常生活中，过度的使用拇指的族群，或者是靠拇指这一侧的手腕的用力都有可能发生。那如果有这些状况的话，一定要看完这支影片。嗨，大家好，我是手外科医师张仲胜。如果你有拇指这一侧的手腕疼痛，那试着呢把拇指握到手掌中，其他四指包住，那这样子用力往下拉伸，有造成这个地方的疼痛，那很可能就是妈妈手。妈妈手又叫狄奎文氏症候群，也叫做狭窄性腱鞘滑膜炎。像是切菜、拿锅子，甚至到日常生活滑手机的动作，都有可能让拇指这一侧隐隐作痛。它就是翘拇指这个动作的两条肌腱，它从前臂走到拇指来的时候，因为在这个地方桡骨有一个筋突，它经过上面转了一个弯，所以在这边特别容易狭窄，特别容易摩擦，所以反复的一些动作，反复翘拇指的动作，就会让它摩擦发炎。临床上相当常见的有3大族群，我们把它归纳起来。首先是照顾小朋友的爸妈，在抱小孩的这个动作，这样子抱，这个地方可能会抱着小朋友的屁股，那这个地方的用力就可能会造成肌腱的这个发炎。第二种的话，就是现在常见的文明病，就是滑手机的时候，常常都是用拇指在滑，所以拇指的用力过多，就容易造成拇指肌腱发炎。第3类的话，就是各行各业辛苦的职人，像是美发师，他需要常常操作剪刀，那个拇指会需要做张合的动作。那再来是像是厨师我要拿锅子做颠锅的动作，或者是锅铲这个方向的用力，都可能会造成妈妈手的肌腱发炎。妈妈手的保守治疗，我们有5个治疗的选项。那首先的话就是做一些拉伸的复健，再来是用腹部保护第3个呢就是注射治疗，第4个是磁场震波，第5个是雷射治疗。拉伸复健的话，就是对有妈妈手的这个病患平常日常生活在等公车等搭捷运的时候没事，就可以把拇指握在拳头中。然后这样子往下拉伸来放松这一段的肌腱。腹部固定的话呢，可以在医材行买到妈妈手专用的护具，通常拇指这边必须要有一个钢板，那让拇指就是在做往上伸的动作会被限制住，这样就可以让这条肌腱充分休息。注射治疗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会在妈妈手的这个部位用超音波导引，那可以检查发现肌腱外面有一层发炎的这个腱鞘。发炎肿胀比较水肿，那我们就可以用微量类固醇注射，在超音波导引之下呢，就是打在肌腱的腱鞘里面，让整条肌腱都是快速的达到一个消炎消肿的目的。刚打完针可能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快速的进步，但是大概3-4天之后，它慢慢消炎之后，疼痛的感觉就会减少许多。磁场震波呢，就是用磁力的变化造成一些很深层的水分子的震动。那可以增加循环，达到消炎跟止痛的一个目的。另外还有用雷射来做治疗。那我们雷射可以固定在就是我们需要做治疗的这个区域，那反复的呢用不同频率、不同波长的这个雷射来做治疗。那它可以把一些光能改善一些发炎的反应，然后降低疼痛，增加循环。如果妈妈手经过保守治疗可能有长达半年的时间还没有很明显的进步，或者是它一直维持一个低度的疼痛让你很困扰，又或者是它的疼痛很剧烈那你不想要再慢慢等保守治疗效果慢慢改善那这些状况我们都可以直接选择开放的这个用手术的方法来松解。妈妈手的话是它是如何施作，然后以及它的原理是什么？手术的方式就是在桡骨的筋突的这个位置开个大概1公分的一个伤口，在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妈妈手的2条肌腱跟它们的外面的腱鞘。那我们把这个腱鞘呢把它剪开来，让它肌腱的压力释放，那就不会再一直这么狭窄，这么造成发炎反应。那某些状况呢，有些人可能会有2条以上的肌腱，或者是1个以上的腱鞘，那在手术过程中都要尽量把它们放松，才能达到就是妈妈手松解的目的。那请问一下，我要做妈妈手松解术的时候，那个病人要做事前的准备是哪些？
只要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来做手术就可以了。做完了之后回去有哪些注意事项？回去因为会有个1公分左右的一个伤口，这个伤口不能碰到水，那要注意说可能要贴防水敷料，或者是你日常生活或工作，这边要注意不要进到水。手术松解需要多久的时间？一般手术松解大概15到30分钟的时间。多久之后可以感觉到它整个很舒服？刚手术完，其实肌腱的部分就已经松解了。但是可能因为有伤口的疼痛啊，或者是皮肤跟伤口有一些粘连，那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酸痛。这种皮肤伤口粘连的疼痛，大概在手术完可能2个礼拜左右，慢慢就减少，就不会有了。多久之后可以回到灵活的双手？刚刚手术完，可能伤口还有一些疼痛啊、肿胀。那到这个肿胀开始慢慢消了，可能手术完3天左右，伤口的肿胀已经没有那么明显，然后伤口也都已经愈合，没有再出血。那这时候日常生活的活动，只要不是需要负重的，或是需要像是竞赛性的运动，那其实日常生活应该大部分的动作都可以恢复。手术完之后，除了伤口，还有一些肿胀疼痛啊。那之前过往妈妈手常常会有一些动到用力到就像电到很痛，或者是半夜翻身的时候，压到非常痛，这种痛醒的状况，就基本上就不会再发生。最后再次呼吁，只要有手腕靠拇指这一侧的疼痛，或者是你做拇指握住，然后这样子拉伸的动作有疼痛，那就不用忍耐，欢迎来健力诊所做诊断跟治疗。我们会根据你的严重程度，把最适合的治疗方式安排给你。欢迎追踪、按赞、订阅，然后让我们分享更多的医疗知识给你哦。